今天我们又过来收料了啊！昨天一个老板给我发私信说，他说姚妹你过来看一下我们家的小叶紫檀啊，我有一根非常非常爆的。起初啊，我是不以为然的，因为我搜过很多这样的私信啊。等我过去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料子就很一般啊。然后这个老板说，他你肯定对这个料子有兴趣的，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图片。然后我看到他那个图片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，简直给我震惊到了！他那个金星啊，真的是看得我两眼冒金光。金星从这样看上去啊，已经泛白了。然后我今天一早就赶过来了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吧。老板说就是这一根料，让我自己先研究研究。哇，这个是真的很爆哎！看这个星星很密集。哇，这个确实非常，确实很爆。你看这个横截面看的太爆了。老板，你昨天那个图片是这上面锯下来一截吗？对呀，我拿给你看吧。哦，给我看一下吧。啊，好。哇，你看急急忙忙都是很非常爆，全爆了。你看，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爆了。树形太大了啊，树形好大。对啊，你这个，你看，看一下，我感觉这个爆是非常非常爆啊！你看，它做出来的珠子360度全爆的，因为这个对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要做2.0的、2.5的，都是全爆的。这地方它是属于断层的吧？你看。对，金星没有接上。如果我这个我切片的时候，我切2.0是吧？但是这里我只能取1.5的珠子的话，那我0.5那么厚，那我不是浪费了每一片？因此我那个就是亏本一点点，让你们去那个了，要不然可以会赚那个很多钱。我就慢慢过来搞，就是时间比较长啊，因此我就卖给你们，我也卖给你们。我失手这么爆了，为什么要喊我？时间比较长的，那个本钱要拿回来做其他的，买其他材料做。买的时候看租金比较久，因为买回来会赚钱的。如果我要做爆芯的话，我只能取这里的爆芯和这里的。对对对。所以我导致我做珠子就是很费材料。比如说我开20的板，但是我只能取15的珠子，这里取20的，时间又耗费在这上面了，然后我浪费的也很多，并且这个树的话，树心是我见过最大的树心了，超大一个树心哦。是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开年那时候买的。开年就买了。对呀。哦，到现在你们都还没做，就是准备卖出去。对，可以。是多少钱买的嘞？是3000买的。3000一斤。3000一斤。我有多少斤呀？这个76斤啊。76斤。对呀，密度很高啊。22.8万买回来的。你现在开这个样子的，你准备？对呀，你愿意亏多少给我们？2600给你们吧，亏了一斤亏了400给你们。不行，2600不行。2600这个价格太高了。真的挺不错的，老板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做珠子我会浪费太多了。你说，如果你这方面如果是全包的，你那个价格我可能还能接受，但是你这个是断层的，我就有点不能接受了。我们是吧？我们就是本来做出来就不会亏本，但是本钱就是比较慢啊，做出来就时间比较长，因为这样也减卖掉。你这个肯定没有你刚开始的理想的那个效果差远了。这个就差一点吧，不是太远，就是只差一点。差一点。你问一下那个股东，我们想收，我们肯定也是诚心想要，就是看你们能最低给到什么价格，因为我们可能最多能接受。你这个的话，最多可能在2000。人家肯定那不行的，亏的太多了，亏了会关门的呀。我没瞎喊，你想一想，我这个树心那个渣价太厉害了，真的，那不能那么渣。那您这样吧，你问一下那个你股东，他们最低你看能给我们多少？你也知道，反正你们都是自己做珠子的，你们肯定知道啦。你过来看一下了，看看那个整体，看那个才知道效果。你不要差了太多啊，真是亏了太多。我拿给你看吧。外表看着确实非常非常爆哎，没想到那个树形有这么大。你跟你股东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搞个最低价格。对。可以的话，我今天就把他拿下，好吧？好。你说个最低价。你什么2400、2600这种就不谈了，真的。你问一下吧，我们是马上可以给钱的。就这个，你看，那个料子还可以，包还是很包。他们3000买的，不找3000，他们3000买的太贵了。太亏了。现在怎么做？现在他2600，你开玩笑吧？你觉得2600？我觉得我最多给2000。
他说给不了，他去商量去了。2000可以啊，这个。现在说是2600，那太高了。为什么？老板出来，老板，好，那个你刚刚问了吗？问了，我不是说那个贵的太多，但是那个按最低价给你按那个2000张给你们，再低的低不了，但人家就是出了那个2200，我们都没有卖掉。 2200是你不卖还是他没有来拿？我们不卖。你不卖？对的。这啊，它那个密度啊都是挺高的呀。那上了这个价格的货肯定都不错啊。这个还是五羊的那个头更薄啊。我知道，看。 76斤是吗？对呀，76。17万。你一个人可以做主吗？对，肯定可你是以。大股东是吧？肯定。对呀。那我们给你2250加50嘛。哎呀，你别给我那个挣一点了，我亏了很多了，你差一点啊！你买了这个料子一般老板也吃不下。哎。 2250，我给你这个价格的话，我今天是可以给你打钱的。你还可以用这个钱再去买其他的你要材料。这个样子我不买的话，你不知道在手里还有啊，两你一时砍，那真是呀。此处略去1万句口水话。 你也这么损亏，我也损亏一点。那行吧，行，给你转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忐忑啊！我今天没带钥匙啊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一根非常棒的小叶紫檀给拿下了，但是这根材料不同以往的就是，这一根材料不能像我们以前那样批量做了。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分布的精细啊都不太一样，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珠子做好的话，就得每片的去研究出来，那个过程就很漫长了。我们现在准备的话，就是先做一小部分，然后把每片都研究好，这样才能出好的珠子。所以这个过程就很漫长，如果研究不好，说不到我们还会亏本嘞。我们得一步一步走稳了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 今天来研究我们的爆满金星小叶紫檀呢，还专门带了这个印章啊，等一下看要怎么做才最合你啊。我们先这样直接削几片0.8的，先看情况吧，削了以后再说，好吧？切了我们再看，好吧？对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凸起的部分给它削平掉，然后再来看里面横截边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。看一下什么情况啊？ 这个黑线有点多啊，这个做0.8的还是可以。现在还是只能继续看0.8的啊，因为如果这个做20的话，它的黑线是无法避免的，黑线太多的话就影响那个品相了。哇，这个爆还是好爆的呀。这个料子跟我们预期的一样啊。 想要做爆满金星2.0的珠子，浪费是比较严重的，但是为了完美，也没有办法。起码开了1/3的0.8跟1.0啊，现在终于可以开2.0的珠子了。刚开始的黑线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所以现在这些都是可以做出完美品相的珠子。 这一节我们已经全部给它开出来了，开了有2.0，有1.5，还有0.8啊。这个我们为了做出更好的珠子啊，我们现在得给它放几天氧化一下之后，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取珠子。因为现在的话，我从肉眼里面去看的话，我是看不出来金星哪里给它断层了，不怎么好看，所以我得回去让它氧化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再来慢慢研究怎么做。 直接放进去烤就行了，直接放进去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速它的氧化，让金星更加的清楚，从而下出更加完美的珠子。看一下，这就是泡了2天的效果啊，金星已经特别明显了，非常棒。现在我们就是要选择金星最密的位置，给它圈出来。 剩下这些没泡油的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参考那个泡油的金星分布情况就可以了，几乎都是差不多的。这每画一个圈，我们都要仔细琢磨一下，
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如果心不满的话，价值就没那么高了。这一片就下了20多颗2年的珠子，这中间这个没画的都是普通的，让师傅自由发挥就好了。现在我们就把它拿过去给师傅给它压出来吧。这个金星真的是每颗每颗都非常满，太厉害了。水车完成以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拿过去打磨了。今天我们过来磨珠子啊。这家磨小叶紫檀的可能是这个整个地区磨的最好的，因为他们家有特别好的技术，要不是我关系好，都不让别人进来看的，这都是商业机密。这些师傅手脚都特别麻利，特别娴熟，你看他们磨珠子的速度就特别快。这是最后一次打磨了，我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金星了，真的非常满。这个就是刚磨出来的样子，金星已经非常爆了，要是再氧化几天的话，那就非常夸张了。了不起，这个珠子真的太棒了。这一次我们的超级包型终于做好了啊！这是选了2个最好的档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经过几个月的静置氧化，这条小叶紫檀金星已经非常爆了。如果再往后面养金星会更漂亮。这条超一档的真的是360无死角的金星。再来对比一下刚做出来的时候，虽然能看到很多金星，但对比不够强烈，所以一条好紫檀也是需要慢慢养才能出效果，所以你认真对待它，它就会给你一个惊喜哦。最后再给大家看看其他的档，这个金星明显就少了很多了，而且这种档是最多的，所以一档的每一颗都是百里挑一的珍贵哦。